闭上眼睛。再去看个电影。好。刚吃完饭别催了。欢迎光临。客人来了，这边请。电磁能量今日1点再创新高，通信、电力等相关领域或将受到影响。怎么形容我们这个行业呢？就好比这个簪子，有2个人，一个人呢问我要老银做的凤凰簪子，还有个人说我要红宝石做眼的凤凰簪子，但是我没有簪子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个人拿着它来找我，您瞧，这买家有了，卖家有了，这不一下就对上了吗？而我呢，我就是出售这簪子信息的。有事儿赶紧说事儿，大老远来的，没空听你在这吹水。哎呦，李先生，您稍安勿躁，我这次的信息量是特别的大，一定保您物超所值，钱不白花。马先生，这位是霍小姐。哦，她是我养母，我叫穆代。哦，穆小姐，失敬失敬，请坐。介绍一下，地产李先生，马图文马先生。我这儿呢有一个小小的规矩，为了保护显人的隐私，在这个空间里头不可以照相、录像和录音，而且呢，一会儿这个屋子的信号将会被屏蔽，你们的手机呢，我会妥善保管。大哥，他要收手机屏蔽。照他说的做。各位，这就屏蔽了啊。废话不多说，
直接进入正题。介绍一下，陈春娇，这次的信息提供者。各位定金都已经付过了，等他讲完以后呢，你们再决定要不要付尾款。各位可以质疑他所说的真实性，如果有什么疑惑的话呢，我们按老规矩投票表决，少数服从多数。如果半数以上的人认为信息是值钱的、有用的，那么各位爽快的付钱。那就开始吧。这几桩榆县杀人案的凶手叫刘树海，5年前就死了。几桩5年前就死了？是的，5年前。当时我在济泉西郊客运站的一个旅馆里当服务员，就是那种特别低端的小旅馆，被褥也常年不换的，住的客人3教9流的，干什么都有。那天我值夜班，喂，前台吗？203，要喝点水。嗯，好。刘先生，刘先生，进屋之后那场景，我这辈子都忘不了。刘先生，那个热水来了，我给您放这儿了。刘先生，我扶你。哎呀，哎呀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刘先生，刘先生，刘先生。男，59岁，吕秀英，女，55岁，李亚琴，女，23岁。他为什么会以那样的方式说话？他杀了什么人？怎么杀的？他杀那个人为什么？而且他说话的样子就像打报告一样，特别恐怖。他说了几件案子？2件，落马湖是第1件案子。第2件呢？老板，一件有一件的价钱，你也懂的。
但是他就是杀人犯，而且用的就是鱼线。那后来呢？人、尸体都在，确实是死了，但是他的背上被人割走了一大块皮。报警吧！不是，这会家里已经报警，有人报警了吗？人皮是被割走的，你跑出去之后有人进来过啊？没有任何人进来啊！而且那个走廊是个死胡同，我就站在那里，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人进出。那你凭什么说那块皮是被人割走的？因为那个伤口的边缘特别光滑，那肯定是人为的，而且是利器割的。利器割的？啊！我的个乖乖！哎，姐妹，你自己听听你说的这些话扯不扯呀？你要说这人死了，我们大伙儿还能相信一点。关键是一块死皮，谁要一块死皮干什么呢？就是给割了一块人皮，倒霉少一张人皮，你去查查不就知道了吗？我们当时就报了警，而且走廊里看热闹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。精彩，编的有鼻子有眼的啊，看得出来下了不少功夫。万老板，做生意要诚实，打听不到真消息不丢人，编瞎话骗钱，吃相就难看了。不是老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编瞎话呀，我说的都是真的。我没说这件事是假的。也许当时那小旅馆确实死了一个人，也许那死了的人被人割了人皮，但他跟22年前落马湖的案子没关系。刘树海也不是落马湖案的凶手。刘树海就是杀人犯。撒谎！我没有撒谎！你不买我的线索呀，王老板！我的线索是真的，你可以不买啊。万老板，我花钱是为了查落马湖的凶手。其他案子再诡异10倍，我也不感兴趣。咱们都是买家，我要的是消息，只要真消息，假消息我1分钱也不会给。你们的意思呢？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罗哥，这个消息怎么说？付钱。哎，好嘞。整件事情就是这样。今天来的我和一个姓马的都是代理，那人傻呵呵的，看不出什么。但是有一个叫李坦的，他一口咬定消息是假的。红叶，你觉得呢？据我了解，我也觉得岑春娇说的不太对。假的？合着我在这坐了半天，听他编了个故事啊！不过红姨，你怎么知道是假的呀？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李教授呢是我的恩师，他家的事儿啊，我一直放在心上呢。不仅是通过万分火。哦，那咱们这钱付还是不付？照付吧。万先生这么多年去打听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。好吧，红叶，人真好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托了别人。哦，你刚刚说那位李先生好像很了解当年的事儿，你去多接触一下他，看看他都知道些什么。行，我明白你的意思。那先挂了啊，红叶。还有鱼线杀人，你这个恶魔，去死吧！他明明从那么高的地方摔下去，怎么可能没死呢？李先生，不好意思，2比1。万烽火，能搞到真消息，我命都能给你。这钱
你受着亏心，我花着不值。李先生，请留步。今天的参会者，我在巴蜀别院都订了房间，晚些时候还有资料要发放，您可记得一定要来拿。万老板，那我也先撤了，晚点回来。好，穆小姐请便。回来！把钱包还给我！怎么事儿，曹哥？练架子、扎手，就他，别大意，咱俩一起上。钱包还我！哎，都2回了，咱俩跟拴上了似的。今儿这档子事儿和您没关系吧？不该您管的事儿您偏管，你躲回去吧。啊！那什么，这东西先给你吧，你自己看着办啊。真他妈不仗义！把钱包还我！在这儿呢，看看有没有少钱。钱不重要，主要这张照片，丢了就没了。姑娘，谢谢你啊。哎，起来，道歉。哎，算了，他们是团伙，别跟他们纠缠，省得惹一身麻烦。哎，这位大哥一看就有经验啊，你得听劝。我那兄弟要真勾来人来，你也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是。挂留住算什么呀？姑娘，今天多亏了你啊。但是一个女孩在外面还是少和这些地痞流氓瞎接触，容易吃亏。嗨，谁怕谁呀？李叔，我想问问你为什么查落马湖这个案子？你呢？你这个年纪，案发的时候还没出生吧？你又为什么查呢？我呀，我是替我养母来的，她是李教授的学生，恩师一家出了这么惨的事儿，她一直放不下。难怪。因为他是谁啊？他叫李亚青。他怎么跟红姨这么像？他叫李亚青，李教授的女儿李亚青。如果那天没出事儿，那一年我们就订婚了。20多年了，为了这个案子，我丢了工作，弃了前程，追查了半辈子，还不是心里有坎过不去吗？李叔，你确定你那个朋友真的死了吗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是说这件事情查清楚了吗？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是觉得，万一看错了呢？你当我瞎吗？不是。你觉得我连自己的爱人都认不出来？
我当时还是警察，这种事儿我能搞错？凶案发生的时候，我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人。你知道我都看到了什么？现场惨不忍睹，我至今记忆犹新。我甚至能在脑子里复原出雅青是怎么倒下的，怎么被拖动的，又怎么被缠进那该死的鱼线里。李叔，我累了，你慢慢喝。对了，你养母既然是李教授的学生，也算是沾顾，你告诉他，别信岑春娇的话。哎，为什么呀？2年前，凶手又犯案了，同样是鱼线，同样手段残忍。我跟他打过照面，只可惜我没看清他的脸，所以5年前死的刘树海肯定不是凶手。看来这刘树海的生平挺有意思的。之前就是一普通人，说生于安和，为人一直本分，后来去了大通旅游，遭遇了交通事故，翻车进入了河中啊，昏迷了48个小时才抢救成功，为医学奇迹。出院后离家而去，半年后死在了济泉旅馆。哎呀，看来这大难不死，未必都有后福。这上面说，刘树海从来就没去过落马湖。他家人是这么说的。他后背果真少了一块皮啊！那姐妹没有胡扯呀。浪费时间。那万老板，我也先撤了。穆小姐，嗯，这是霍小姐在我这备的另外一个案子，麻烦你转交给她。张光华，这人是谁啊？红衣，你看了吧？万叔说这些遗物是村民在大通的野河滩发现的，那一带常有山洪爆发，他应该是没逃过，遇上意外了。对了，李叔说凶手2年前又犯案了。啊，我知道了。木代，你帮我再去找李坦，了解下2年前的案子。哦，那我先挂了。好的。难道老天不开眼，竟还让你活着？
显示已经到了。那这么多家，哪家是他家呀？不行，咱转转。呀，这不那车吗？哎，问一下，这是3号楼吗？岑春娇。岑女士，今天没来？她提前走了，说家里头有急事。哎，那小子，在这儿截胡呢。他来这儿做什么？走。拿着。但是我们旅馆在主街嘛，所以有一个监控，能拍到一些人进人出的。我当时留了个心眼，存了一个底，但是警察来了也没查到什么。监控备份什么时候给我？我现在就可以回家拿，你给我钱就行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确定刘书海没提到过小山河？没有啊，他就提了落马湖、达伦特尔、小山河，怎么了？原来真的有无暇。何润，趴在窗外那么久，累坏了吧？手上有刚洗过的草莓，吃了缓缓，别可嘉。李叔，您能跟我说说2年前这个案子的情况吗？那件事儿发生在小山河，不过追本溯源，还要从落马湖说起。每年到出事那一天，我都会到现场走一走。我干什么？就是想在屋里转一转，提醒自己别放弃。20多年了，成习惯了。那一天正是落马湖案整20年，是雅静的生日。当时我正在楼道里抽烟。突然看到一个奇怪的人进了雅清家，
他进去干嘛？我不敢靠得太近，但我从门缝里隐约能看到，他在用手一处一处摸着墙上被钉子凿过的洞，像是在重温以前曾经的记忆，还很享受。你知道吗？有些心理变态的凶犯，就喜欢在纪念日重返犯罪现场，重温当时的感觉。总之，在那样的日子，他以这样的身份出现，我不信他跟这个案子没关系。那你没抓他？我早就不是警察了。再说，凭感觉当不了证据。我决定先盯着他，我就这样一路小心翼翼，一路盯到小商河。小商河？你确定柳树海没提到过小商河？没有啊。我追着他来到小商河，找了好多天，终于在一个铺子里发现了他。我走进铺子才发现，一家人都死了，那个凶手还在用鱼线绑尸体。我当时满脑子都是，不能再让他跑了，至少先打晕了他再说。但他头部受到我的重击，却跟没事人一样，力气也出奇的大。我被他打得很惨，直到突如其来的大火让他慌了神儿，我才找准时机将他压制。没想到突然有人偷袭，等我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在医院里了。谁送你去的医院？不知道，医生、护士都没有看清。我从医院出来以后，听说出事那一家是一间羊肉铺，半夜熬汤的时候，火苗不小心从火塘里窜出来，烧了半条巷子。等火扑灭的时候，那一家人烧的几乎都没有了。那这件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吗？你没报警吗？当时头受了伤，记忆混乱了好一阵儿。我养了小半年，才陆陆续续想起那天晚上发生的事儿。我也想过报案，可一来，案子已经结案了；二来，我又提供不了有力的证据。我连凶犯长得什么样都没记清。如果你当时被打晕在了现场，应该会被警察带走或找你问话的。可是他们没有，就说明你当时已经被带离了现场，并且有可能被人送去了医院。可是一个连环杀人犯，凶手为什么偏偏放过你呢？是啊，如果他是凶手的话，我应该死在那场大火里。有没有可能那个年轻人跟凶手不是一伙的？我觉得不管是不是同伙，他都是关键。李叔，您被打晕前不是看清他的脸了吗？画下来呀，5、6分像也行。你以为我没做过吗？可我怎么也想不起来那张脸。有的时候想劲儿大了，头像炸开一样。你试过催眠吗？那种歪门邪道的东西怎么能信呢？李叔，催眠是科学的，它能帮助你把潜意识回到现场，帮助你场景重现，很有用的。我之前做过催眠治疗，而且我感兴趣还去学了呢。来，姑娘，如果你学过，要不你拿我试试，我信你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我那点伎俩入门都寒碜。你可以找万叔，他会帮你找一个最合适的人选。哦，对了，李叔，还有一件事儿，李教授是不是只有一个女儿？
雅青有个双胞胎姐妹，2岁就被拐了，一直没找到。李叔，催眠挺管用的，画像画出来了。是吗？这就是那个罗任，跟落马湖案凶手是一伙的。他年纪也不大呀，这案子都过去20多年了，说不定是凶手他儿子呢。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啊？这个罗任真的很可疑。我在那个乌江的时候，他就跟踪我，后来又买通陈春娇截胡消息，那现在又跟到丽西来，总不能是来旅游的吧？我关心老师家的案子是人之常情，就为这个，他们跑来对付我，这不至于。红姨，别装了，我都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什么恩师？你是李教授的女儿吧？你怎么知道？这很难吗？我看了李坦钱包里的照片，那李亚青的照片跟你一模一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我再一打听，李教授家本来就有一对双胞胎，其中一个2岁都被拐了，那被拐的是不是就是你？长大后回家寻亲，发现家里出了事情，所以一直追查，是不是？哎，这有什么好瞒的呀？真是太见外了。你这个小机灵鬼，什么都瞒不过你。不过呢，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挺严重的。你想啊，凶手犯过那么多案子，都是灭门的。我觉得他多少心里有点变态。他会不会发现你是漏网之鱼，觉得自己当年的事情没有做干净，想完善一下？你说的也有道理，不过人都找来了，防是防不住的吧？怎么防不住？这事在人为，说不定我能揪住他，把他送去法办呢。以后每晚都要检查安保，可不能掉以轻心。哎呀，谁呀？大晚上还打电话？喂，你好。喂。今晚不会来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见。太嚣张了吧！明天见，你当我吃素的呀？明天见。没本事的人才虚张声势，哼，等着你来。先生您好，请问您喝点什么？有什么推荐吗？如果您喜欢喝鸡尾酒的话，152轰炸机还不错，曼哈顿也不错，口感就……你刚刚推荐那几款酒，口感怎么样？我们换个地方说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喝酒的，不是来跟你说话的。别想动我红姨。老板娘。红姨，他是罗任。霍从是吧？你还记得我吗？我叫罗任。咱们曾经是邻居。邻居？你忘了吗？我家住在落马湖城前巷11号。我记得有一年下大雨，你家漏水，我爸还帮你修过雨棚呢。我想起来了，都
都长这么大了，差点没认出你来。怎么样，你爸还好吗？我爸？对，你爸。挺好的。那就好，我请你喝一杯吧。好啊。红姨，担心什么？没事的，我们就在那边。走。真是邻居。你怎么一个人来的？难道我应该成群结伙的来？你不是还有一个同伴吗？同伴？小商河，半夜羊汤，你还为了你的同伴打晕了李坦，你不记得了吗？他怎么没有来？你好像很期待他过来啊。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，对吧？你也不是真正的火伺候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你没有伤着？哦，我没事儿。这么喜欢还要多久？我愿为之拼到最后。即使命运扼住咽喉，按我性命就跟你走。不在意答案能否看透，共赴命运的事无谓携手。哪怕披荆斩棘，也一定要去拯救。那未知的冒险与迷梦，终将会有收复时候，让我们执着。就算不烈火一起战斗，在梦魇之后，害怕什么？又怕什么？有什么意义也没有。
这么不惊吓。木代，我可以放你走，但我有几句话，请你仔细听。第一，我知道刚才的情形很像是我攻击了霍子红，但你亲眼看到了吗？第二，我调查过霍子红，他家境不好，父母是菜贩子，小学2年级就辍学，帮父母出摊卖菜。回去观察你红衣，像吗？第三，我现在放你走，但你不许回头。如果回头的话，别怪我改主意。红姨，你没事吧？我看看，我没事啊，我真的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妹妹，小老板娘，你没事吧？啊，那人怎么样啊？啊，没受伤，没抓住，打不过，让他跑了。来，休息。木代，我感觉有7、8分像了。这2天，我打算把杂货店转手，钱一到位，我就带着画像去小商河，大不了见人就问，我还就不信了，揪不出这个人。很会选地方，内外都有摄像头，人也很多，很懂得保护自己。放心，没动过手脚。无功不受禄，不受你东西。草莓我也没吃，扔了。木代，其实我对你印象挺好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想知道。你功夫好，但下手知轻重，有预定，跟你打交道不累。你刀都架我脖子上了，还夸我武功好，讽刺我呢吧？说真的，我能看得出来，你有非常扎实的传统武术功底。如果较真起来的话，我应该不是你的对手。我也能看得出来，你走格斗路数。你是干什么的？无所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你是来谈落马湖的案子的吗？那我有个要求。你说。有2种人会对落马湖这个案子保持关注：亲友和凶手。3路人朝万烽火买消息，我弘毅和李坦是亲友。你呢？你对我弘毅挺了解的吧？
李坦你也挺熟的吧？你找我聊可以，那你要我们全盘托出，你自己藏着掖着的，不太好吧？我很忙哦，你要不说我可走了。你父母和你妹妹？男的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叫罗文淼，是个历史学家。叔母去世之后，他为了专心研究地狱史，带着女儿娉婷搬到了小长河。大概2年前，叔叔忽然失踪了，娉婷报了警，我也帮忙回来找。可没过多久，叔叔突然自己回来了。叔叔，爸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问他去了哪儿，他说是龙马湖。叔叔经常去外地出差，做学术拜访，我就没在意。可当天晚上，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。叔叔，你怎么还不睡啊？都几点了？叔叔，多人，不要让我去杀人，把我关起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我一直追问，可他却表现得像是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，就好像跟我开了个恶意的玩笑。可能是正因为印象太深刻了，我一直有所防备，所以我每天晚上都反锁大门。叔叔，我进来了。白天叔叔外出的时候，我也尽量跟着。这是在干嘛？后来几天都很平静，我就放宽了心。可没想到，老小子，快醒醒，醒醒！我爸他不见了。你不是反锁大门了吗？翻墙走的。你相信吗？我叔叔50多岁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提，连自行车都骑不好。他居然能翻过4米多高的围墙，而且我觉得那个人满头白发，应该好对付。可我没想到，他力气如此的大。我立刻追出去，途经一条小巷，巷子里有一户着火了，里面有人在厮打。你去看了？屋里的景象很惨。李坦是不是也在啊？刚开始我以为李坦是凶手，因为我进去的时候看到他正掐着我叔叔的脖子。你知道的，有的时候你只是看到一个画面，并不是真相，但你会仓促下结论。我知道。当时我把李坦给打晕了，叔叔就在这个时候跑了。我看到他的眼神，那种嗜血的眼神，我立刻明白是我搞错了。
我叔叔才是凶手。当我追出去之后，看到他的速度和力量，那根本不是我叔叔。可他确实是我叔叔。那后来呢？罗小刀，我爸他怎么了？叔叔，你是不是杀人了？啊！我说过，老人，不要让我出去。平婷，把绳子拿来，快！我把叔叔绑起来，先去找泥潭，他是现场唯一的目击者。我得问清楚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刚发生了什么事儿？谁杀的人？抓住了，终于抓住了，抓住了！说什么？月清，终于抓住了！你说清楚！告诉你的事情。我赶着送丽潭去医院，于是把叔叔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吩咐娉婷等我回来商量。一潭误会大了，回去我跟他解释解释。我以为把人绑上，反锁在书房里面，双重保险，短时间内不会出现任何问题。我已经尽最大速度赶回来了，可没想到，叔叔死了。娉婷，娉婷疯了。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许他听说我要报警，赶紧把叔叔放了出来。可法医鉴定，叔叔是自杀。那娉婷为什么会疯呢？就算目睹叔叔自杀，至于被吓疯了，直到我见到了曾春娇，了解到柳树海当时发生的情形，我才意识到，娉婷也许经历了同样可怕的事情。整件事情都太诡异了。我从这个案子开始回溯，从丽潭开始查，知道了落马湖案。但落马湖案的真凶绝对不是我叔叔，他那个时候还在国外求学。后来了解到了有霍子红是好人物，然后我整合我所能寻求的一切线索。如果这是一场大戏，现在整个戏言都在霍子红一个人身上。陆丹，我需要你的帮忙。我红姨不可能是凶手。他也许不是凶手，但他一定知道凶手是谁。那你有什么证据？你还记不记得昨晚我们在后面聊了一会儿，他上来就问道：“他没一起来吗？”那个他是我叔叔，我叔叔当时就已经死了，一个死了的人，怎么可能做到一起来呢？他还没死吗？活得挺好。他还真能活。我意识到，我们在鸡同鸭讲。我们说的是同一件事情，但聊的不是同一个人。他说的不是我叔叔，而是真正的凶手。他的语气让我觉得，他跟凶手打过交道。于是我扎了他一下。你知道落马湖案的真凶是谁？你也不是真正的霍子红。
接下来他什么反应，你也看到了。想起什么了？张光华。张光华是谁？张光华是我红衣在万烽火那儿背的第2个案子，他也是落马湖人，而且之前跟李亚青住过同一栋楼。后来，落马湖的案子发生不久，他就失踪了。再后来，他的贴身物件被发现在大通的颐和滩那儿，好像人是遇难了。大通。大通？地名怎么这么熟啊？我好像在哪儿看见过。刘书海翻车落水的地方，对，就在大通。对。是你家啊？租的，拎包入住。来啊！去哪儿？房间。啊？哎，资料在我房间。哦。资料在哪儿？这里能看到酒吧啊，还能看到我房间呢。我说这2天怎么总有一种被人偷窥的感觉？偷窥一般是不良目的，我这种叫侦查或者观察。来看资料。刘书海死前提过2个案子，一件是落马湖，另一件岑春娇没说。所以你私下向岑春娇买通了消息？嗯。这个案子发生在5年前，达伦特尔牧区冬天，犯案的手法也是先杀人，后使用鱼线。不过这个案子没人知道。没人知道。受害者被雪困住，又有狼群，这个事情就算在天灾头上了。话说回来，这几个案子从地域上看有什么规律吗？彼此距离都很远，看不出什么联系啊。时间上呢？第2起和第3起案子之间隔了3年，但是第1起和第2起案子之间居然隔了17年。然后就是每起凶案的凶手，我始终觉得第1起案子不是刘书海做的。第一，2起案子相隔时间太久；第二，案子发生的时候，刘书海才刚成年，怎么会突然到落马湖杀死跟自己毫不相干的李雅青一家呢？对啊，我之前一直没有头绪，直到你跟我提到张光华，很巧吧？张光华也住在落马湖，而更巧的是，张光华的遗物遗落在大通，柳树海也是在大通翻车落水的。他们2个都有一个时空交点，大通，而柳树海和我叔叔之间也有一个。刘树海是在济泉死掉的。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，我叔叔失踪那次，我帮忙回来找。我问娉婷，叔叔离家出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？结果娉婷告诉我，
我叔叔曾经去济泉出差，回来生了一场大病。从那之后就不对劲。5年前，真不好意思啊，我叔叔买错票，是我跑错了地方，阴差阳错的住进曾春家的小旅馆。好，那好，就这样。上楼右拐，一直往里走，202房。残春娇说刘书海住203啊，这么巧啊？就是这么巧，单双号门。刘书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也在。经理已经报警了。抱歉。还记不记得，刘书海死的时候，背后少了块皮？残春娇说过，他背后的那块皮形状特别规整。我叔叔也是。刘书海自大通落水之后就不正常了，你叔叔从济泉回来也开始古怪，我觉得有问题，就好像一个杀人接力游戏，前一个人死了，后一个人继续接力，再去犯案，然后再下一个，再下一个。说不定幕后有人全程操控这一切，割走参与者的皮，作为参赛纪念。想到什么了吗？想到什么？接力赛结束了。什么意思？刘书海死的时候，我叔叔在他身边，接了下一棒。而我叔叔死的时候，他身边还有个人。卞婷。